下面学习装饰，包含前片上的装饰和后片上的装饰。先讲后片上的装饰，分为奶油织片1、奶油织片2、泡芙奶油、蜡烛、花朵、星星、礼花和字母。先学习奶油织片1，再学习奶油织片2。奶油织片1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长针，请看演示。首先锁针起针，接着立2个锁针起立，算作一针中长针，对应倒数第3个锁针。从第4个锁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一根线，依次钩中长针，一直钩完这一行。这样第一行完成，下面来钩第2行，翻面，钩6个锁针，从倒数第3针开始钩一个中长针，3个长针，下方第3针上钩一个引拔针。注意，因为翻面了，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。接着钩4个锁针，从倒数第3针上开始，依次钩2个中长针，下方空一针，从下一针开始，依次钩2个引拔针，接着钩10个锁针，从倒数第5针开始，先钩一个长长针，也就是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3次。这样一个长长针就钩好了。左侧继续依次钩2个长长针，3个中长针，下方空2针，
左侧依次钩2个引拔针，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这一行。最后调起立针第2个锁针的2根线，钩引拔针，结尾预留40厘米线头穿入缝针，取出主体，后片对着自己，将奶油织片第1行的正面与后片上的蛋糕胚较短的这一侧对齐，第2行朝下。我这里缝合位置随机，挑主体表面的几根线，与织片缝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缝完这一圈，这样奶油织片1就讲完了。接着学习奶油织片2，钩织方法就参考前面的演示，然后对照图解钩织。第1行完成后，接着钩第2行，立2个锁针起立，翻面钩第2行，一针对着一针钩织中长针即可。完成后，翻面钩织第3行，最后按照成品图位置缝在主体上。这样奶油织片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泡芙奶油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线材，掀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
我这里起针数较少，完成后立3个锁针起立。在倒数第4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1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这样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，同一位置再钩2个。完成后，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一次钩出，这样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完成。接着控3个锁针，在第4个锁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一个花样就完成了。再钩一个花样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在引拔针左侧相邻位置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下方控3个锁针，在下一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后面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演示对照图解钩完泡芙奶油。最后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。按照成品图位置缝合。注意，正对着我们钩织的这一面朝上。另一面与主体织片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只需要缝合牢固不掉即可。这样泡芙奶油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蜡烛，分为主体和火焰。主体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，也就是一行完成后翻面，一针对应一针钩织下一行。钩织方法前面都演示过，大家对照图解钩织即可。结尾预留20厘米线头缝合。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。下面学习火焰，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4针，接着立一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一个短针，2个中长针，最后这个锁针上先钩2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短针的入针位置再钩一个短针，旋转织片，
接着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依次钩2个中长针，注意不要穿入这3针短针的同一位置。一个短针，完成后不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一行完成断线。接着钩第2行，取出线材，在第一针针目上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依次钩2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2个中长针。左侧针目上依次钩2个中长针，然后调狗牙拉针的锁针动眼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和一个短针，左侧针目上依次钩一个中长针，注意不要钩在这个引拔针上，一个中长针加针，2个短针，结尾预留20厘米线头缝合。接着大家按照成品图位置，将主体和火焰缝好，注意火焰正面朝上。缝好后，在火焰上方绣几条线段，先在反面固定线头，最后藏好线头。然后用一点点胶水将它们粘一下，
这样那组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花朵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加针，请看演示。首先环形起针，线圈要大，起针完成，接着钩第一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线圈里钩5个短针，完成后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，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一行完成，接着钩第二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。后面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最后引拔连接，这样第2圈完成，断线。下面取出线材换线，在第一针上接线，立4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上钩3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先钩第一个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，钩针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2次，这样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，同一位置再钩2个，完成后，左侧针目上钩3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现在钩针上有7个线圈，绕线一次钩出，接着钩4个锁针，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左侧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，我们将开始的锁针到现在的引拔针看作一组，
后面就是重复这一组。先钩4个锁针，同一位置钩3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左侧针目上再钩3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钩出，继续钩4个锁针，一个引拔针，左侧针目钩一个引拔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演示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一个引拔针钩在接线位置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，接着将花朵整理一下，使针法向前凸起。按照成品图位置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。注意，花瓣不缝合，只需要在花心位置缝合，这样花朵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字母，每个字母都是采用挂线钩锁针的方式钩织，只是每个长度不同。具体长度图纸都有标注。下面演示一下钩织方法。下面演示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。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，左手挂线，留出的线头在下方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钩针绕线，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钩出。第一针完成，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继续钩织，钩针绕线，将线钩出，重复挂线钩织。到达需要的长度后，留线断线。如果需要缝合，线头留长一点。都钩完后，都按照成品图形状摆放，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摆放。
反面朝上。大家先用一点点胶水做固定。完成后，用线缝合。完成后，打结藏线。这样一个字母就制作好了。注意，像这样的字母，上面有一个点，可以直接用线缝几针线段即可。这样，字母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这两个织片也是采用挂线钩锁针的方式钩织。完成后，按照成品图形状缝合在主体织片上。下面学习星星和礼花。礼花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，沿着起针钩织，先钩9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3个锁针开始，依次钩7个中长针。结尾预留15厘米线头缝合。大家对照成品图，钩对应数量的礼花即可。最后钩织星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钩织。先环形起针，起针完成后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起针的线圈里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锁针一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挑针目的前半针和左侧的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钩一个锁针，起针线圈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一组针法完成。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
预留线头断线，收紧线圈，按照成品图位置缝合，这样星星和礼花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后片上的装饰完成后，接着来讲前片上的装饰，分为爱心、帽子、五官、花朵、礼花、小猫衣领花边和领带。先学习爱心，分为大爱心和小爱心。小爱心就是大爱心的第一圈图解。我演示一下大爱心的钩织方法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1V 长长针加针、FV 长针加针、1W 长长针一针放3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线材，环形起针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一圈完成断线。接着钩第二圈，取出线材，在引拔针的入针位置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线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左侧针目依次钩一个中长针，下一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同一位置钩2个长长针，注意这里的括号表示钩在同一位置。左侧同一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长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继续左侧针目依次钩一个中长针，2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这个加针钩在狗牙拉针上面，任意调几根线即可。完成后，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最后引拔连接，这样第2圈完成。继续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左侧针目依次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
下一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和一个长长针。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长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3个长长针。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2个长针。继续，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加针。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这样第3圈完成，断线。取出线材，钩第4圈。这一圈没有用到新针法，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完成后，预留线头。对照成品图位置缝合。注意正面朝上，这样大爱心就讲完了。小爱心按照图解钩织即可，最后缝在对应位置，这样爱心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帽子，分为主体、帽顶圆形织片和长方形织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W 中长针1针放3针，请看演示。先钩织主体，取出线材。锁针起4针，在倒数第4针上钩一个长针加针。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，接着钩第2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。翻面，这3个锁针算作1针长针，下方第1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。注意这里的括号表示钩在同一位置，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。最后调起臂针，钩一个长针加针。这样第2行完成，继续钩第3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。
翻面，下方第一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左侧针目上依次钩3个长针，一个长针加针，这样第3行完成。后面大家按照图解一直钩完倒数第2行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。断线，下面来钩最后一行，取出线材，表格中是括号3CH 长针4针的枣形针 K SL 括号乘8，这里的括号表示括号里的针法是一组，括号外的乘几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钩织几组，也就是先钩3个锁针，下方第1针上钩一个长针4针的枣形针，先钩4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钩出，这样长针4针的枣形针完成。下方空一针，左侧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括号里的一组针法完成。后面就是按照图解钩完这一行。最后缝在成品图对应位置。最后一行的正面朝上，将织片整理一下，这样主体就讲完了。接着学习帽顶的圆形织片，大家按照花朵前2圈的钩织方法对照图解钩织，也就是先环形起针，接着在线圈里钩第1圈，完成后钩织第2圈。长方形织片，大家按照理花的钩织方法钩织即可。需要注意的是 ，TW 中长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上钩3个中长针。SL 引拔针钩织时不需要拉紧，最后缝在对应位置。这样帽子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五官，包含鼻子织片、腮红、眼睛、鼻头、胡须和眉毛。下面先学习鼻子织片的钩织方法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先锁针起9针，完成后接着钩第1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
条锁针上方的一根线，依次钩7个短针。完成后，在最后一个锁针里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3个短针。旋转织片，条锁针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6个短针，也就是这一侧短针的入针位置，注意不要穿入这3针短针的入针位置。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藏一下。最后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与第一针针目勾引拔针连接，这样第一圈完成。后面几圈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，也就是绕圈对着图解钩对应针法。我这里已经钩好了，这样鼻子织片就讲完了。接着剪一根50厘米绣鼻头的线穿入缝针，先在鼻子织片上绣一个倒三角形，在反面固定线头，占据4个中长针。上面绣一条横线，接着绣一个人字形，
留一点点线，用胶水粘出弧度。最后，藏好线头，这样鼻头就讲完了。然后将鼻子支片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缝在主体对应位置。腮红和眼睛，大家也按照图解勾完，最后缝在对应位置。最后，绣至胡须和眉毛，都是绣一根线即可，胡须任意绣制即可。眉毛需要有一点弧度。这样五官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来讲一下前片上剩余的装饰、花朵和礼花钩织方法。前面在讲后片上的装饰时，礼花和花朵都演示过，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，最后缝在对应位置。衣领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，长的这条缝在右手边，短的这条缝在左手边，注意反面朝外。领带就是采用挂线钩锁针的方式，一共钩2条，一条正面朝上，缝在猫咪脖子处，也就是这一面。另一条系一个蝴蝶结，缝在脖子中间处。缝合几针固定牢固后，缝在主体织片上。完成后藏好线头。这样所有装饰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到这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